本视频耗时2个月制作，我将用100分钟带您读完大明历史神书《万历15年》，也就是《人民的名义》中高书记最喜欢的那本书。读完您自然会明白那些大佬为什么醉心于这本书。书中主要讲述了长达20年不上朝的万历皇帝，中兴大明，但是却被清算的首辅张居正，官场和稀泥的典型代表申时行，刚正不阿唯一让嘉靖皇帝破防的海瑞，抗倭神将戚继光，以及超级反叛的思想家李治。大明风雨飘摇，衰败之象已然显现。为保社稷，也为了在斗争中胜出，英雄们各自拼尽了全力。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400年前那个平行时空中去。有人读了《战争与和平》，只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冒险故事；也有人读着口香糖背面的成分表，便看到了宇宙的奥秘。正所谓一花一世界，万事万物因果相连。万历15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这一年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透过万历15年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便能隐隐听出这庞大帝国衰落的脚步声。这本书第一章讲述的是万历皇帝，并且从一件小事讲起。1587年3月2日，北京城里还残留着一些冰雪。这天中午，大街上熙熙攘攘，热闹得很。干什么呢？文武百官都在忙着往皇城里面跑。原来是有消息传来，陛下要举行武朝大典。大臣们气喘吁吁地跑到大明门前。禁卫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接到什么命令，但是看见大家都来了，也就没有多问，放大家进去了。但是大家来到皇城内，却没有看到一点关于大典的布置。大臣们一脸懵逼，他们去找太监，太监们跟皇帝确认，才发现陛下并没有召集大家武朝。大臣们这才意识到被耍了，于是才陆陆续续开始回去。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武朝谣言直到最后也没有查出来谣言的源头在哪里。后来皇帝一想，全体官员被骗，而且稀里咣啷的就往皇城跑，实在是有失体统，于是就下旨降罪。赖谁呢？赖礼部和鸿胪寺。其他衙门以讹传讹，他们并没有及时阻止，这就是玩忽职守。要求罚俸2个月。后来皇帝越想越气，把罚俸的范围扩大到了全体京官。对于高级官员来说，人家不靠俸禄活着，但是对于低级官员来说，罚2个月工资那可就难受了，真是有苦难言。武朝谣言事件，皇帝之所以如此愤怒，其原因在于朝廷上的事情千千万万，但是核心无外乎2项，那就是礼仪和人事。对于君王来说，礼仪是重中之重。万历从小就是个熟悉礼仪的君王，在他8岁那年，他就参加隆庆皇帝为他举办的成人冠礼，受百官朝贺。在他9岁的时候，隆庆驾崩，万历经过劝进仪式登基。在过去的15年里，祭祀天地祖庙、庆祝元旦端午、接见外国使臣等等礼仪都需要他来参加。其中最隆重的礼仪是他把仁圣皇太后和慈圣皇太后的尊号赠给他的嫡母和生母。慈圣皇太后作为万历的母亲，对他管教极严，影响也极大。这些礼仪中，万历比较喜欢的就是亲耕。所谓亲耕，就有点像现在的领导在植树节象征性的去植几棵树，然后拍照片宣传。皇帝就是表演耕种，寓意天下五谷丰登。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仪式都像亲耕那么轻松愉快，就比如讨厌的早朝。其实到了万历这一代，早朝已经很精简了，但他还是觉得厌倦。天还没亮的时候，大臣们就要来到宫门外等候列队，如果有咳嗽、吐痰、东西落在地上的，还会被御史们记下来。皇帝来了后，各部门开始提问题，皇帝做出答复，这一套流程下来，太阳也才刚刚出来，天天如此。其实在明朝创立初期，不仅有早朝，还有午朝和晚朝。这种日复一日的繁重仪式，无论是大臣们还是皇帝，大家都感到非常疲累，但是又不得不进行。万历皇帝继位后，为了照顾他的学习，根据张居正的安排，1个月中逢3、6、9的时候早朝，其他的日子不早朝。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早朝已经是流于形式了。万历皇帝9岁的时候就登基了，除了皇太后之外，他所尊敬的人只有2个，一个是张居正张先生，另一个就是大伴冯保。冯保是带他一起长大的王府太监，从小就有深厚感情，而张居正在万历心中就像是智慧的象征，朝中不能没有了张先生啊。其实万历刚继位的时候，内阁首辅还是高拱。高拱这个人比较刚直，他说当今天子不过是个小孩，太后是个妇道人家。这种狂妄跋扈让皇家非常气愤，幸亏有了张先生，他献上一条计谋解决了高拱，自己替代他成为了首辅。
另外，张居正还兼任万历的教育事务，万历学习的课程有经书、书法和历史。太后对万历的学习情况也非常关心，这时候已经成为宫内等级最高太监的冯保充当了太后的耳目，如果太后知道了皇帝学习不认真，就会对他严厉惩罚。明朝这时候宫内的开销特别大，一方面是宫殿极为豪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宫里的太监和宫女特别多，宫里的一切开支都要全国无限制的供应，所以张居正就教育皇帝要节俭。有一次万历想给他的母亲修理宫殿，就被张先生劝阻了。其实太监们的收入并不高，他们会依赖灰色收入，最主要的就是收受贿赂。一般太监们会掌管皇家的仓库，而只有合格的东西才能入库。至于什么算合格嘛，就是他们说了算了。这种收受贿赂甚至导致了军中物品的质量低劣。其中有一个仓库物品的中间人叫李伟，他是太后的父亲，有很多劣质的棉布通过他进入了仓库，导致军中很多怨言。张居正知道后就把这事儿捅到了太后那里，太后特别惭愧，于是就用国法处置了他的父亲。其实从后文来看，慈禧太后对这事儿多少还是有点耿耿于怀的。前文讲到，对于皇帝来说，国家大事核心的就是礼仪和人事。对于幼小的万历来说，人事任命他还不太懂，但是他知道张先生给他送上来的名单里面，他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正因如此，百官认为张居正把控了人事任命，假公济私，作威作福，开始上奏弹劾他。但是弹劾他的官员都被万历处理了。直到多年以后，万历才会明白，那时候的张先生已经权倾朝野到了何种地步。而真正让文官集团与张居正对立的是夺情事件。夺情事件成了张居正一生中非常严重的一件事。古代官员在父母去世后需要停职回家守孝3年，称为丁忧，而皇帝挽留官员不让他回去丁忧，则称为夺情。丁忧在古代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封建王朝以伦理道德治天下，对于忠孝看得极重。1577年秋天，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万历夺情挽留他，张居正就同意了。这让群臣非常不能接受，如果皇帝的老师都不看重父母的大丧去丁忧，那天下的万千百姓谁还会信服呢？官员们一开始对张居正进行劝告，结果非但劝告没有效果，而且劝告的官员还被暗中处理了。愤怒的百官开始参奏张居正，他们按照所谓的标准流程开始，先是有2个小人物以平静的语气委婉提出，然后是2个刑部官员激烈的上书，一点一点扩大，然后蜂拥而上。但是最后搞下来，大臣们并没有成功，参奏张居正的人都被皇帝处理了。万历皇帝表示，你们这些参奏张先生的人都是居心不良，是欺负寡人年少，想赶走张先生，使寡人孤立无援，理应重重责罚。参奏的官员有的被贬为了平民，有的被打了廷杖，还有的被充军到了边疆，甚至有人被打死。其实后来张居正还是回老家待了3个月，排场极其浩大。离京前的一次君臣谈话中，万历和张居正2个人竟然都落下泪来。那时候万历对张先生的信任由此可见一斑。这一次的夺情事件虽然没有参倒张居正，但是经过这一事件，使张居正和文官集团之间产生了极大的裂痕。1578年的时候14岁的万历就要大婚了，而大婚的孝端皇后也才13。孝端作为皇后享受了一切的尊荣，唯独没有作为妻子的快乐，因为万历对她并不感兴趣。1581年的时候，慈禧太后身边的一个宫女偶然被皇帝看中，这个宫女就是后来的宫妃王氏。王氏不久就有了身孕，慈禧太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非常高兴。生下来的那个孩子叫常洛，成为万历的长子。1582年的时候，万历1天之内娶了9个嫔妃，这9人当中就有后来被封为皇贵妃的郑氏。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万历和郑氏的爱情竟然终生不渝。万历之所以喜欢郑贵妃，是因为她聪明机警，喜欢读书。郑贵妃也看透了万历虽然贵为天子，但是其实她非常柔弱，她也需要同情和安慰，所以她经常和万历开玩笑，有时候还会嘲笑万历像个老太太。2人在这种欢乐的氛围中，感情越发深厚。但是当时的万历不会知道，2人的爱情裹挟在后面的一个巨大政治事件中，成为了万历一生最大的遗憾。1582年的时候，还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张居正张先生竟然去世了。后面的国家大事，万历就要自己亲自做决定了。在后面的过程中，万历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帝国笼罩在张居正的影子里太久了，他开始思索怎么才能摆脱张居正的影响，来成为大权独揽的君王。与此同时，朝堂上反张的运动开始了。
大风起于清平之末，反张运动从张居正生前所主张的丈量土地开始，大批丈量的官员被处理，反张运动渐渐弥漫开来。张居正仅仅去世半年，就已经被盖棺定论，成为了结党营私、欺君独明的小人。万历皇帝也开始意识到张居正言行不一，他整天劝自己节俭，但是他自己竟然极度奢华。当年有一次，万历听说张先生要盖房子，寻思张先生这么节俭肯定缺钱，所以就赞助了他一些银两。但是后来万历才知道，他给张先生的钱都不够人家房子1/4的花费，而且这样的豪宅人家不止一处，小丑竟是我自己。同时司礼监太监冯保也被清算，他被终身软禁在了南京孝陵。后来高拱临死前写了本病榻遗言，里面也记载了一些揭发张居正的事情，使得万历皇帝对张先生还残存的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了。但万历始终没有下定决心要抄张居正的家，真正让他下决心的是辽王妃控诉张居正曾经为了抢夺辽王的财产而废黜了辽王。万历震惊于张居正竟然把手伸到了皇室家里，所以才下定决心在张居正去世2年后抄他的家。抄家后，张居正的长子被严刑拷打，最后自杀身亡。他的另外2个儿子被充军。以前任何与张居正有关联的官员全部被处理，从风光无限到身败名裂，让人不得不感叹。用《万历15年》这本书作者自己的话说，全书无一人功德圆满。张居正被清算，冯保被驱逐，按理说皇帝已经实际掌握了大权，但是根据后来的记录来看，万历皇帝似乎并没有得偿所愿。他发现打倒了张居正，官员们立马把攻击目标转移到了他身上。在之后的几十年，万历皇帝才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不是高拱，不是张居正，也不是冯保那些太监，而是整个文官集团。没有了张居正，万历在与他们的斗争中渐渐败下阵来。那个恐怖而森严的集团，他们与万历皇帝的斗法才刚刚开始。如果说张居正是立志把沉闷的大明朝更新一个版本的话，那么大学士申时行便是个修补匠。他想用自己的诚意把时局拉回到大家勉强可以接受的轨道上来。令我颇感意外的是，申时行和万历皇帝师生之间的温情成为了我在本书之间难得看到的一抹光辉。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在帝王家里若无霹雳手段，很难使得这份温情有个圆满的结局。万历15年第2章讲述的是首辅申时行。1587年，申时行已经成为首辅4年了。申时行能够成为首辅，似乎是天意的安排。上一章我们讲到1582年，张居正突然逝世了，继任的首辅是张四维，但是不到1年，张四维的父亲也不幸去世了。这位张阁老可不敢像张居正一样多情，他赶紧离职丁忧去了。就在他丁忧快要结束的时候，又突患重病，竟然一病不起了。按资排辈，比申时行资历更老的2个大学士也病死了。历史的滚滚车轮提前将申时行推上了舞台。不像张居正那般锐利强势，申时行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谦让。当然，反对者也称他为和稀泥第一高手，言下之意就是不作为。其实从后话来看，即使像申时行这样温和的人，也免不了要被卷入到激烈的政治漩涡中去。或者说，帝国已经走到了那一步，人人都无法摆脱挣扎的命运。但整体来说，申时行最终算是善终，而他的前任首辅们能算得上善终的屈指可数。申时行是1562年的状元，他在翰林院任职15年后成为大学士。同张居正一样，他的官职从未出过北京城。有时候申时行他自己也很疑惑，难道像自己这样熟读经书、能写文章就可以成为天下首辅了吗？明朝的体制告诉他，是的，可以了。因为儒家影响下的本朝以道德治理天下，只要上能辅佐君王保持良好的德行操守，下能表率群僚，就是合格的首辅。翻译过来就是自己当好工具人，同时管着皇帝不要乱搞就行了。申时行是万历皇帝的老师，万历亲切地称他为先生，而且几乎每个月都给申先生送些小礼物。申时行还是皇帝经研的负责人，所谓经研，就是于我们现在去听讲座，而且是又臭又长的讲座。经研简直是皇帝们的噩梦。经研在春秋气候温和的时候举行，每月3次，而且6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等重要的官员都要参加。
经研举行时，皇帝下了早朝就要过去，讲官们会在经研时讲授四书和历史，皇帝和官员们必须认真听讲，整个过程中持续将近一整天。官员们或许还能开个小差，但是皇帝可就不行了。皇帝一旦坐姿不端或者心猿意马，讲官就会大声朗诵为人君者可不敬哉，直到皇帝自己调整好为止，搞得人很尴尬。经研对讲官的要求很高，皇帝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但是不可以当场责问或训斥讲官，这属于非常失礼的行为。毕竟我们的文明一直对尊师重教极为注重。如果你看皇帝在这种呆板的经研上很辛苦，那么申时行更辛苦。作为经研负责人，他要在天亮之前就起床安排，白天在经研过程中还要保证整个流程和谐顺畅的举行。如果陛下或者官员有什么失礼的情况，他都要因此负责任。其实申时行早年就担任过万历皇帝他父亲的讲官。原文这样写道：申时行在文华殿前的花岗石上匍匐过无数次，他甚至熟悉了每一块石头的特点。按理说申时行应该比旁人更加反感这种折腾人的仪式，但是并没有。申时行就是这样一位维护传统的人，就像他维护早朝一样，严寒酷暑不可停歇。在儒家经文中走出来的申时行明白，那些所谓繁杂的仪式是巩固信念不可缺少的东西。这种信念总结来讲就是节制自身，为天下苍生谋太平。越是条件艰苦，越是可以锤炼身心。而怎么去获取治理天下更好的办法呢？那就要在一遍遍的讲经中去寻觅。但是皇帝有时候受不了。1586年，23岁的万历皇帝下旨说自己起床后头昏脑胀，需要停止早朝和出席经研。是的，和我们小时候不想上学找的理由差不多。但是根据太监们传出的小道消息说，万岁爷其实在紫禁城内骑马玩耍。后来皇帝又以脚上生病行走不便为由不上早朝。但是宫内又传出陛下饮酒过多、夜生活过度等消息，这些使得申时行非常苦恼。他一方面劝谏皇帝保重身体，一方面表示为了陛下可以把早朝和经研的时间推迟。是的，申时行就是这样一个非常擅长调和折中的人，虽然这被很多人批评为牺牲原则。在申时行的为官之道里，他认为无论是与皇帝合作还是与百官合作，都要先提供自己的诚意。我理解书中反复提及的诚意，就是指积极解决当前问题的态度和行动，不能太随意，也不能太过分。难怪申时行被人称为老好人。皇帝和申时行都知道，如果要做成什么事情，必须要和全体文官合作，如果他们不同意，那几乎做不成任何事。到了大明朝，全国文官约有2万人，其中京官就有2000。文官们大多由科举出身，科举的功名从低到高分为生员、举人、进士。一个读书人考入仕途，往往是他们几代人或者整个家族付出的结果。所以古代讲衣锦还乡，就是因为一旦得势，那将是整个家族的希望与荣耀。4品以下的地方官每隔几年就要入京述职，若是得到了不好的评价，那好不容易得到的富贵可能就到头了。所以文官们会尽量互相照顾，他们结成各种小集团，出生在一个县里的组个群叫乡仪，同一年考中的组个群叫年仪，双方之间有男女远房亲戚的叫姻仪，当然还有找靠山等等的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成一张大网，便形成了所谓的文官集团。文官内部之间当然也有很多分歧。申时行有一个阴阳论，他把人民公认的道德品质称为阳，把个人不可告人的私欲称为阴。每个人都会有阴阳，只是比例不同而已。不同比例的阴阳把文官们大概分为了3类。大部分文官他们认为为了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可以适当的搞点额外收入，他们认为这对情操无损，这算是中间派。还有一些官员那就是私欲过剩，巧取豪夺，属于大贪官。另外一小部分官员属于是清高自负，一丝不苟的。最典型的就比如我们后面章节要讲到的海瑞。这样一个庞大、等级森严而又复杂的文官集团，当然不好对付。申时行意识到，国家要解决问题需要依赖这些文官，而与此同时，国家最大的问题也是这群文官。张居正生前是个锐意改革的人，他面对这群文官寸步不让。申时行认为他死后被清算就是因为太刚了，但是也有人认为张居正当然知道这群文官不好对付，但是他为了给大明朝续命，偏向虎山行，他是英雄。申时行认为自己可不能这么干，他决定与皇帝以及文官们慢慢周旋，但就是这么一个温和中庸的人，也将迎来他风雨飘摇的时刻。
上一回我们讲到，明朝的文官集团错综复杂，森严而强硬。申时行担任首辅后，一直小心翼翼地调和皇帝与百官之间的矛盾。他就像夹在难缠的公婆和倔强的丈夫之间的小媳妇。他本就不是张居正那样手腕强势的人。但是大家不要担心，申时行的中庸之道目前还尚可护得住这个西洋下的帝国。有人可能会疑惑，说皇帝不是95至尊吗？首辅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吗？为什么对付下面这群文官会如此吃力？不听话直接咔嚓了不行吗？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来举一个例子，1577年，一个叫周元标的人中了进士，踏入仕途，时年26岁。他当时就敢上书指出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问题，说他可耻可恶，这使得他被廷杖，革去功名，流放边疆。是的，很多文官上来就这么刚，他可不怕你，而且除了大道理谁都不服。1583年，周元标被重新召回北京任职，原因很简单，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了，之前骂过他的人现在都又成好人了。大家以为周元标苦尽甘来，回来后一定会珍惜美好生活，但不是的，贪图安逸那可不符合咱们文官的气节。回来后的周元标直接上书批评万历皇帝不能清心寡欲，不是咱挑拨离间，我来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说皇帝不干正事儿。皇帝当时就忍了，只回复了他3个字：知道了。但是周元标一想，太敷衍了，知道什么了这是？于是再次上书，语气更加激烈，批评皇帝爱撒谎，装腔作势，没有君王风范。大家听听，不是咱挑拨离间，这么重的话我跟我老爷都不敢说。这一次皇帝勃然大怒，要再次打他廷杖。得亏这时候申时行出来给充当了和事佬。一个从七品的下级文官就敢指着首辅和皇帝那样批评，而且不怕打，更不怕死。如果死于上书劝谏，人家会留下忠臣之言，舍身护法的美名，被全体文官敬仰。所以问题就在于当时的王朝有一套标准的道德准则来统治这个庞大帝国，而这些道德准则就来自于儒家经典，他要求皇帝和官员们都要严格遵守。规则是冰冷的，人心是鲜活的，矛盾便来自于二者之间的斗争。这不正是咱们上回讲到的申时行的阴阳论吗？申时行讲阴阳调和，调和的结果就是当和事佬。就比如他一方面厌恶官员们组成私人派系，但是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自己也是靠张居正的栽培才上台的，毕竟他自己也曾是张居正的私人。所以他发现人的私欲不可能完全避免，有时候难免要让步的。申时行不认同之前张居正的做法，他认为张居正过度自信，不肯让步，彻底得罪了文官集团。张居正的10年新政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他号召大明朝重新振作起来，理想是好的，但是现实却很残酷。就拿税收来讲，有很多现实性的复杂问题，就比如每个县的标准不太一样啊，年岁久了数据没有更新啊，地方官要收私人的孝敬啊等等问题。总结来讲，就是税粮一般情况下收不齐，前60%好收，剩下的40%极为困难，剩下的那部分人家就是打死不交了。这种情况也不是1年2年了，朝廷之前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居正上来后，以皇帝的名义要求税收必须按规定交齐，这个给文官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执行起来很困难，文官们很难受。还有他发明的考成法，就是古代的 KPI 制度，要写周报月报，内阁检查官员们的工作强度。张居正生前还能用自己的权势压制这些文官，但是死后就被他们报复清算了。文官们记恨张居正，所以要毁掉他，这还尚且可以理解。但是万历皇帝对他生前的这位先生赶尽杀绝，是否有些刻薄寡恩了呢？申时行不认同张居正的强硬做法，他认为与文官们合作，既要有态度坚决的一面，又要有调和妥协的一面，否则重压之下容易内部崩裂。所以1587年考核京官的时候，他对那些被考核官员都特别宽厚，申时行也因此被文官们夸奖为老成谋国。但即使这样，申时行也不乏反对者，反对他的人以年轻京官居多。1583年，反对者们开始了对申时行的攻击朝廷大员的方式称为去皮谏骨。
去皮就是从一些小事上开始发起攻击，先由小人物出马，把目标引入讨论范围内；见骨就是下狠手，开始发起致命攻击，大人物会逐渐下场。对申时行的攻击是从他儿子和下属的问题开始找茬，而真正把申时行拉到悬崖边上的是高启瑜一案。高启瑜是由申时行推荐而成为万历皇帝的精研讲官，原本前途无量，但是突然被检举出来他之前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出的题有问题。当时他出的题描述说舜把大位传给了禹，被人攻击说他是在宣扬禅让，暗示皇帝要禅让给张居正。这个攻击非常阴险，一方面主打一个无中生有，另一方面又直击帝王要害。申时行赶紧出来为高启瑜辩护，但这正中敌人下怀，他们就是要把申时行拉下马。于是对高启瑜的攻击转变成了对申时行的攻击。按照程序，申时行被弹劾，暂时搁置在家，由二府许国代理。许国看不下去，也给辩护了几句，于是许国也被弹劾，也回了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万历皇帝有点回过味儿了。高启瑜的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为啥当时没人提，现在又被炒作起来了？而且为啥弹劾他的人大多是内阁三府的门生？打倒了申时行和二府，那不就轮到三府了吗？想透了这些，皇帝才决定迎回申时行和许国。既然陛下不追究了，其他人也不好再说什么。为了表示胸襟开阔，申时行对弹劾他的官员也概不追究。申时行擅长调和，他和万历的关系越来越好，万历把修陵墓的工作也交给了他。取得了皇帝信任，申时行才好慢慢劝说陛下放弃亲自操练禁军、管束跋扈的宦官等等。也正是由于申时行的调和，才避免了皇帝和文官们直接起冲突。反对者们依然说他没原则，太妥协，但是申时行已经不在意了。值得一提的是，余生岁月，申时行和皇帝的关系一直都很不错，但是从后话来看，他最终还是被弹劾，黯然下台。一切都源于那个文官和万历缠斗了一生的矛盾，那个矛盾我们还一直没有谈到，那个矛盾最终使万历皇帝妥协，遗憾一蹶不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10年灯。10年足以使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洗刷耻辱，10年也足以使一个庞大的帝国江河日下。万历皇帝即将迎来与他臣子们冷战敌对的10年，他们内耗，他们挣扎，帝国风雨飘摇。10年，儿郎们长成了少年战士；10年，良臣们已双鬓斑白如寒梅落雪。亲爱的大明帝国，您还能坚持多久？欢迎来到万历15年第3章，感谢您的一路坚持，您会发现咱们越读越深入。没有了张居正以后，大明帝国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再也没有一个强大的手腕能够压制得住皇帝与文官之间的矛盾。万历皇帝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历史，那就是消极怠工长达数十年。你可能说老道长嘉靖也曾经多年不上朝，但是老道长虽然玄修，朝廷大事那可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咱们的万历皇帝可就不一样了，他是真摆烂了，一切都源于立储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万历与文官们冷战了10年，被迫屈服后，他又怠工了20年。这段历史每每提起，后世无不叹息。封建王朝向来是立嫡长子为太子，废长立幼乃是取乱之道，绝对不能被臣子们容忍。孝端皇后没有子嗣，所以按理来讲，万历应该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常洛是宫妃王氏的儿子，但是万历宠爱的是贵妃郑氏。我们在第1章就已经讲过，万历与郑氏的爱情竟然终生不渝，所以万历想立郑氏的儿子，也就是皇三子常询为太子，这当然不能被天下人接受，所以这才有了万历与文官们长达10年的冷战。各种礼仪还是在正常举行，只是皇帝不再出席，臣僚们给他上奏章劝谏，他不驳斥也不争辩，直接不搭理。因为万历知道，只要他回复了哪怕一个字儿，都会展示给天下人看，那将正中他们下怀。大明帝国并不会因为皇帝的消极怠工而瘫痪，因为庞大的文官集团自有它自行运转的机制，但是皇帝的消沉却使得有良心的官员失去希望，他们很多气愤的直接离职。官员们一方面视天子为精神象征，另一方面需要皇帝肯定他们的工作以谋求升迁。皇帝的沉沦使得消极的气氛在官员中间弥漫开来，忠于职守者看不到希望，贪污腐败者却有机可乘。
这时候无奈之下，有一部分文官他们开始号召说君子自该有高尚的节操来把事情做好，何须皇帝的鼓舞。他们形成一个团体，以他们自己的道德品质标榜他人，打击那些萎靡不振的官员，在朝堂上掀起了一股血雨腥风的斗争。当然他们的名字大家也有所耳闻，他们被称为东林党人。立储的矛盾就发生在申时行担任首辅的这几年，舆论认为申时行是个软蛋，说他没有尽到首辅的职责。1590年，皇长子常洛已经9岁了，可他还没有被立为太子，没有立为太子就无法出阁讲学，大臣们非常不安，于是全体京官向文渊阁施压，以申时行为首的4个大学士被迫向皇帝提起辞呈，意思就是说，陛下再不立太子，我们就干不下去了。皇帝当然不会让他们辞职，但是又不接受被大臣们要挟，所以万历和大臣们立下一个约定，说再给他1年，如果1年内没有人再拿立储的事烦他，他就在1592年立常洛为太子。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万历没有帝王风范，他要么倔强到底，唯我独尊，哪怕流光大臣们的血，也要立3皇子为太子，哪怕留下骂名，那至少自己的目的达到了。后面章节我们会讲到他为啥非要立3皇子，要是没有那个魄力，就赶紧按照大臣们和祖宗的规矩办，那样还能留下明君的美名。可是现在他既不选择左也不选择右，就硬拖着。现在说再给他1年，他要是有什么鬼点子，有什么计谋那也算，但是从后话来看，没有，就是纯粹硬拖，就是连自己废长立幼的想法都不敢承认，看的人都着急。然后1年后，约定的时间也快到了，立储大典都开始筹备了。这时候有一个工部的官员，他就做了一份立储大典的预算让皇帝批准。其实我猜这个官员应该是故意用这种方式提醒皇帝，立储的约定快到了，你可别装想不起来。但是万历的做法更绝，他说咱们之前的约定是，如果1年内你们不拿立储的事烦我，我就立常洛为太子。但是你现在搞这个预算，就是拿立储的事烦我了，所以你们违反了约定，立储延后。真是令人无语死了，大臣们更是无语，他们觉得陛下如此不讲诚信，如何治理国家？于是大臣们联名上书，请求皇帝收回这一决定。注意了，这里开始出事了。当时申时行正在生病，联名上书实际上是二府许国执笔的，但是申时行作为首辅，领头的名字还是写的他。这一个大规模的抗议使得万历皇帝非常生气，他觉得被群臣孤立了。这时候申时行偷偷写了一个帖子，他告诉皇帝说联名上书虽然有他的名字，但是他其实并不知情。反正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陛下，我其实跟你还是一条心的。万历看到后还是挺感动的，因为他被孤立了，至少还有自己的这个老师钟爱他。但是问题就出在了这个秘密帖子被二府许国截获了，他毫不客气地把这个帖子公开了，于是所有人都知道了。文官们怎么看待申时行？叛徒、两面派、卖友求荣。其实我理解申时行的做法，他一直致力于用温和的办法解决问题，如果都跟皇帝闹僵了，那就没法收场了，得有个唱红脸的，至少还能跟万历说上话。但是我也理解文官们的想法，这就好像你们的主管代表你们集体闹意见要求涨工资，但是你们却意外发现你们的主管偷偷被高层领导收买了，你们也会很生气。文官们肯定饶不了申时行，他们一个个的弹劾他，申时行只能辞职。虽然皇帝还是挽留他，但是申时行已经没有颜面再待下去了，他谁也不恨，他就恨故意公开他秘密帖子的许国。申时行走后，原本要轮到二府许国，但是许国也被弹劾，于是俩人都回家了。经过了这一系列风波之后，万历皇帝也意识到自己废长立幼的想法是实现不了了，再闹下去就要大规模流血了，他开始灰心了。其实要想立3皇子有2个方法，一个是强行立，有人反对就大开杀戒，他的祖先们也不是没有那么犟过。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合法的立，根据祖制，嫡子优先继承皇位，嫡子就是皇后的儿子，其次才是其他妃子中的皇长子。由于孝端皇后没有儿子，所以才该立皇长子常洛。如果废掉孝端皇后，册封郑贵妃为皇后的话，皇三子常询也就成了皇嫡子了。但是难点在于无故废后，那也是要被骂的。
万历皇帝既没有强硬的魄力，又不想顶下道德和舆论的压力，所以才导致了他和文官们冷战10年，最终还是妥协屈服。申时行下台的原因是他背弃了文官集团，历届首辅都以百官的代言人自居，而申时行却偷偷站到了皇帝那一头，所以他混不下去了。万历皇帝不得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后，他就发现自己虽然是天子，但是却受制于文官集团，所以他才心灰意冷，有了开头我们说的长达20年的消极怠工。在道德枷锁与文官集团的控制下，那是不是明朝的皇帝就只能悲惨的任人摆布呢？不是的，就比如万历皇帝的前任正德皇帝，那可是个传奇，他就为所欲为，把文官集团的老头子们气得半死。是做一个贫苦但无拘无束的人好些呢，还是做一个富贵尊荣但不自由的人好呢？我们发现万历皇帝似乎还没有一个寻常百姓更加幸福，但是他的叔祖正德皇帝却把自己的一生过成了一部爽文。他就像一个坐在天子宝座上的纨绔子弟，他一点都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万历有时候也许会羡慕这个前辈的勇气与毅力，但是文官集团却已经暗暗发下毒誓，哪怕拼尽力量也绝不允许再有这么离经叛道的君王。上一回我们讲到万历和文官们冷战了10年，最后不得不妥协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他所喜爱的三皇子常询，也就是福王，已经派去河南治国。其实1587年前后，大明内外根本不平静，杨应龙在西南叛灭，北边和东北也有造反的，日本还侵略了朝鲜。但是这些内忧外患都没有立储问题的热度高，原因有2个，一个是大臣们明白大明体制上有问题，也有边境的战乱，但是那些都是长足之痛，目前看起来还不会立马要命。但是立储问题涉及国本，如果处理不好，国家大乱就在眼前。设想一下，万历皇帝如果突然驾崩，储君竟然有2选项，那不出大问题了吗？这是原因1。第2个原因是文官们上奏劝谏皇帝按正常流程立储，这是政治正确，容易留下忠贞正直的美名，即便是因为这个牺牲了，那也会流芳百世。所以立储问题能掀出这么多风浪来，即使是皇帝后来立了常洛为太子，福王也已经去了河南，大臣们还是不放心，他们总觉得郑贵妃天天在皇帝旁边吹风，难免后面再出现什么变数。从后话来看，郑贵妃死了以后，文官们都不想放过她。然后宫中还传出了谣言，说郑贵妃用什么巫术做了木偶，要把常洛诅咒死。同时北京城里还出现了妖书，说皇帝要废除太子，召回福王，怎么地，搞得人们人心惶惶。其实就算没有立储的矛盾，没有东林党的党争，明朝帝王与臣子以及文官集团内部的隔阂已经很深了，甚至可以说是难以回头了。原因就在于当下与大明朝刚建立那会儿相比，风气已经大不相同。明朝官员们的俸禄低得可怜，大部分官员都会选择去搞一些灰色收入，一搞灰色，很多事情就无法秉公办理。同时在文官体制上，地方官已经开始逐渐失去驾驭下级的能力了，有时候要搞成什么事情，需要仰仗官员们的精神力量去号召。通俗来讲就是打鸡血，比如说这个杀身成仁啊，荣辱与共啊等等这些大道理，来组织起来一些正义的力量。其实这些从儒家思想走出来的文人还是很吃这一套的，就是精神鼓舞，但是不靠制度靠精神，这已经不健康了。问题还在于阴和阳的矛盾，文官们一方面确实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另一方面也确实受不住物质的诱惑。精明干练的张居正是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但是他的改革没有成功，没有解决掉这一根本问题。张居正的强硬固然失败了，申时行的调和折中同样没有成功。其实有人说，张居正的权势以及能力都没有解决掉大明的问题，就已经说明无力回天了。万历皇帝的后半生，他发现自己与大臣们不和，大臣们不会给自己好评价的，自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君王，这一结论基本上是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想到了这一点，万历皇帝就开始灰心丧气，消极无为了。这里补充一句，其实可能还和万历皇帝的病痛有关，咱们下一章会讲到。难道说明朝的皇帝们都像万历这样被困在深宫中，被官员们的枷锁钳制着吗？其实也不尽然。这咱们就讲到了万历的叔祖正德皇帝了，他的一生就是气死老头子的一生。正德不屈于传统，他自己寻欢作乐。他登基不到2年的时候，就建立了著名的豹房，总结来讲就是整天在里面跟一些乱七八糟的人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他喜欢狩猎，有一次在训练老虎的时候，郑德被老虎伤了，有一个叫江斌的人把他救了。这个江斌可是个狠人，他身上有3处剑伤，其中有一处穿过脸颊直到耳根。江斌成了郑德的亲信，他俩整天在皇城里面练兵，用大臣们的话说就是整天不干正事，迟早要完。1517年，鞑靼小王子进犯大明边疆，郑德要御驾亲征，来检验自己练兵的成效。这可把文官们吓坏了，那是纷纷阻挠，但是拦也拦不住。出征之后，郑德就像撒欢的野马一样，也不怎么跟京官们联系了。他还自称为威武大将军朱寿。得胜回朝以后，他拿出各种东西赏赐百官，但是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他祝贺，并且文官们也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我似乎都能想象到文官们的黑线脸。1518年的时候，郑德皇帝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也就是自己，再次去北方边区巡视。大学士们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但还是拦不住。在路途中，郑德先是封自己为镇国公，然后又加封自己为太师。但是这次御驾亲征没有啥收获，根本就没有找到敌人的影子。那皇帝玩得挺嗨，他把自己分裂成了2人格，一个是皇帝，一个是威武大将军朱寿。但是大臣们可真没见过这么疯的，甚至有人说，你要是威武大将军朱寿的话，那你就是伪造圣旨，依法当斩，简直都凌乱了。但是郑德皇帝才不搭理他们。1519年，这位活宝又要整活了，他要去南方巡视。这回官员们集体示威，在郑德的亲信江斌的建议下，示威的官员被打停杖，其中11个人直接被打死了。拦不住，南巡终究还是去了，但是在江南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在一次捕鱼活动中，郑德的船翻了，搞得比较狼狈，也因此生了病。这件事背后很有可能有什么算计与阴谋。郑德是1520年回到北京的，然后他1521年就死在了豹房，没有子嗣，所以才把后来的老道长嘉靖接来继承了皇位。郑德的一生用4个字概括的话，就是一意孤行，但是他也确实过得快活。抛开这些来讲，其实郑德也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他不会因为一些小事和大臣们斤斤计较。他祖母丧礼的时候，他看到地上全是泥水，他就不忍心让大臣们磕头。等等这些小事可以看出，首先他的心肠还是挺好的，其次他敢于反对死板的传统。但也正因为如此，导致很多人看不惯他。郑德在位期间，前后有2个亲王造反，但好在都没有成功。郑德死后，他的那位铁杆亲信江斌被文官们以开会为借口骗到宫里，然后一举拿下，下场是凌迟处死。由此可见，大臣们已经积累了多深的怨恨。如果您认为郑德的故事使得后来的皇帝变得更加自由开放了，那就错了。相反，他使得以后的皇帝获得了更多的约束。因为郑德放荡不羁的一生可把文官们惹恼了，他们发誓绝不能再把帝国的权力完全交给一个不务正业的年轻人。他们变本加厉地用道德与儒家经文给皇帝们施加控制，对帝王的私人生活严防死守，以防再出现一个郑德皇帝。本章节核心描述的立储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大臣们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直到万历妥协。这万历皇帝也没有郑德那样的勇气与情趣，他从小就在张居正和太后的严加管教中长大，他没有一天体会过自由的味道。如今大臣们逼迫他，他很难受，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所以才走到了消极怠工的地步。大臣们对他没有任何好印象，史书对他失望透顶，但是只有他的那位老师申时行记得，万历也曾经是个发誓要励精图治的少年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万历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这种转变的，就好比没有人能够说得清大明帝国是从哪一天开始衰败的。人们只是发现，当乌云布满天空的时候，风雨已经不可避免了。大明的老首辅申时行在老家过80大寿的时候，他已经离开朝堂23年了。万历皇帝专门派人到苏州给自己的这位老师祝寿，并带去了银两、绸缎等贺礼。年迈的申时行挣扎着向北行礼，以感激天子的恩德，但是除了贺寿的圣旨之外，其余财物全部退还了回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最后一次劝谏天子要振作起来。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活着的祖宗是指的老首辅申时行，但是直到读完本章的最后一节，我才明白，活着的祖宗是指那位被提前活埋了的可怜人。申时行退休以后，他游山玩水，吟诗写字，
看上去一副超然物外的样子，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朝堂上的动静。有人说张居正刚愎自用，毕竟有所成就，但是曾经的首辅申时行却如同一张白纸。面对这样的事情，申时行的良心毫无波澜，因为他坚信自己在位时已经通过调和折中的手段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认为自己并没有失位素餐，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就比如治理黄河一事，黄河的问题一直是大明帝国的一大难题，每次都会造成严重的水灾，中央没有好的办法，唯一的办法就是指派一位钦差过去。黄河治理的好坏非常依赖这位官员，因为他不仅要是水利方面的技术专家，而且还要有能够调动周边省份的威望。黄河的问题在于河沙淤积，河道不通，大部分人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河道加宽，但是治河专家潘季训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加宽河道治标不治本，他反而主张把河道收紧，以增加黄河的流速，带走泥沙。即他的八字箴言见堤束水，以水攻沙。潘季训有着非常丰富的治河经验，申时行非常赏识他。但是问题在于，潘季训曾经为张居正的家人求情，冒犯了天子，没有人敢向皇帝举荐他。申时行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装糊涂，正是在他的运作下，潘季训才被重新启用，成为河道总督。并且在日后的岁月里，他治理的黄河非常卓越，避免了更大的灾难。除此之外，申时行的政绩还表现在北方没有出现重大战事。1590年，大明帝国的副总兵李莲芳中蒙古军队的埋伏身亡，一时群情激愤，万历和大部分官员都认为应该采取强硬的态度，兴兵讨伐。只有申时行保持了冷静，他认为时机未到，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北方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同盟并不团结，他们也没有下定全面战争的决心，还有谈判的空间。第二个原因就是大明朝实际边防空虚，所以才给了外人可乘之机。所以当下的问题不在于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自身的力量。自身硬了以后，宵小之辈自然退去。万历皇帝听从了申时行的建议，他为大明帝国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注的战争。其实一个决定做下了，从长远来看是无法准确的判断它对未来的影响的，就如同蝴蝶效应扇动的那个翅膀，没有人能够想到风暴会因此聚集。万历15年，辽东巡抚注意到一个部落的酋长正在开疆拓土，有危害大明的隐患。这位巡抚想要征剿贼人，过程中却和另外一个官员起了冲突。事情闹到申时行那里后，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调停了，事情并没有追究下去。值得一提的是，那个酋长的名字大家都熟悉，他叫努尔哈赤，也就是未来的清太祖。1587年下半年，文官集团和东厂的锦衣卫这两大流氓集团还来了一波开团硬碰硬。东厂的锦衣卫算是大明皇帝的秘密特务，职责之一就是在于监察百官。监察到了什么程度呢？有时候官员家里的柴米油盐小事都能传到宫里成为笑谈。官员们对这群跋扈的锦衣卫早就看不惯了，只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收拾他们。事情的起因就在于大兴县令打了太常寺的人，大兴县令被交给了三法司审问，三法司也就是刑部、督察院和大理寺。事情为什么牵扯到了东厂呢？因为东厂下设了政府司，涉及到皇帝和官员的刑事案件，他们有审问的权利。一句话，东厂管得了的我要管，东厂管不了的我更要管。东厂没有和三法司争夺审问权，只要求派2个锦衣卫旁听，而刑部尚书李世达认为这个案子属于文官内部纠纷，没必要让锦衣卫参与，但是他又没有明确拒绝东厂派人旁听的要求，只是打了个哈哈就过去了。结果审问那天，来旁听的2个锦衣卫被文官们拦住了，没让他进去。皇帝知道后龙颜大怒，因为打锦衣卫的脸就是打东厂的脸，打东厂的脸就是打皇帝的脸。万历才不真正关心案子是怎么审理的，他只是觉得文官们和他过不去。在皇帝的震怒之下，和事佬申时行又出现了，他劝说刑部尚书李世达给皇帝赔礼道歉。李世达照做了，万历的面子找回来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第一回合的较量，皇帝和东厂赢了，文官们哪受得了这气，他们马上发动了第2回合。文官们抱团检举东厂的太监头子张京收受贿赂，为了攻击他也是下了血本了，把一些文官都搭进去了。万历皇帝一开始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他只是象征性的把张京训斥了一番。文官们见没有效果，于是变本加厉，他们弹劾全体大学士，意思就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最后万历没办法，只好把张经免职了。其实这件事儿，皇帝和东厂已经输了，但是就在张经临近被除掉的时候，有一个官员不知道皇帝已经屈服了，他又上了一本奏章，说张经如此难去，难道皇帝也接受了他的贿赂？这可把万历气坏了。这种行为在英雄联盟游戏界那就属于虐权了，意思就是不仅要赢你，还要侮辱你。经过这一系列事件以后，本就厌倦朝政的万历更加厌倦了，他再也不想见到这群难缠的官员了，于是有了后面的消极怠工。但是已经退休的申时行知道，当年皇帝不是这样的，当年的万历也是精神焕发、励精图治的。他永远忘不了当年万历步行祈雨的场景。那是1585年，天下大旱，在命令各个地方官求雨无效后，万历决定亲自祈雨。仪式前3天，皇帝便开始斋戒。祈雨当天黎明，万历和卫士们在黄金门开始步行出发，2000文官和2000武官各列成一队，跟随皇帝一起前往天坛。按照惯例，天子出行是需要清除道路的，但是这一次并没有，所以北京城的居民得到了一生中唯一一次亲眼看到天子的机会。路途遥远，天气又炎热，人们看到当今天子相貌端正，脸上写满了坚毅与虔诚，脚下步伐稳重，所见之人无不为之感动。来到天坛后，皇帝和百官们举行了一系列的祈雨仪式，总结来说就是反思自身的罪过，请求苍天怜悯。仪式结束后，正是天气最炎热的时候，万历坚决不做御教，他仍然陪百官步行回宫。申时行侍奉皇帝来到黄金门后，万历真诚地说了句先生劳苦。值得一提的是，1个月后，一场甘霖真的降临人间，皇帝和百姓都非常高兴，大家都说是圣心感动了上苍。从后话来看，能像那次祈雨一样给万历带来欣慰，并且天子与百官上下同心同舟共济的事情已经不多了。万历皇帝祈雨的场景是申时行最美好的回忆之一。世事变迁，他怎么也无法接受陛下和百官们最终会走向如此隔阂的地步。在当年，除了立储的问题有矛盾外，文官们还坚决反对万历操练禁军，即便是这个矛盾，申时行也圆滑地给化解了。在百官看来，当年离经叛道的正德皇帝就是从操练禁军开始的，他们不喜欢天子操练禁军，但是本朝又没有规定说皇帝不能亲率禁军，并且御林军都属于是宦官管辖，文官们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在皇帝和百官形成更大的冲突之前，擅长调和的申时行悄悄地和宦官们谈判，最终成功说服了带兵的宦官，他们一起劝说万历放弃了亲率禁军的想法。御林军事件再次彰显了申时行的处理方式，他是在用处理外交的方式在处理内政。攻击者们说申时行在位时如同一张白纸，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还算一个良医，他用自己温和的方式在无形中化解了一些疙瘩，以至于显得毫无波澜。1583年到1585年之间，万历曾经4次谒陵，如此频繁的谒陵当然也遭到了文官们的反对。万历去谒陵的真实目的是去视察他的葬身之地。其实在1583年，万历还不到20岁的时候，朝廷就已经开始建议预筑万历的陵墓了。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当时的万历竟然欣然答应了。因为当时意气风发的他觉得这件事儿既光荣又有趣，但是万历不会想到，多年以后早早修建的陵墓和文官们对他的控制，会分别把他在物理上和精神上逐渐活埋。说到万历的陵墓，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万历皇帝那么想立三皇子长询为太子了。因为在皇帝的陵墓里存放棺椁的尸床上共有3个位置，除了皇帝和皇后外，还有一个位置是留给下一任皇帝的生母。我们前文讲到，万历和郑贵妃的爱情故事终生不渝，如果立长询为太子，那么万历皇帝和他心爱的郑贵妃便可以死后长眠在一起了。但是这一切都没有实现。当年负责万历筑陵工程的正是首辅申时行，他对这件事非常上心。到1587年，他已经亲自到大峪山督工了多次。但是陵墓修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万历皇帝的后半生，他虽然还坐在皇帝宝座上，但是他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信念，他自己想干的事情干不成，他整日里百无聊赖，还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他成了活着的祖宗。值得一提的是，万历除了1588年再次去自己的帝陵视察过一次外，30多年没有再走出紫禁城一步，创造了古今最高纪录。我想用原文中的一句话给本章结尾：他朱翊钧生前有95之尊，死后被称为神中显皇帝，而几百年之后，他带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仍然是命运的残酷。
终于讲到了咱们大明朝的千古名臣海瑞了。中华上下几千年，烟波浩渺，海瑞算不上位高权重，也并无谋国退敌之功。他仅仅依靠自己朴素的正直与刚硬，便足以孤独地闪耀在史册。对海瑞一生如何评价？这本身就是一个争执了千年百年的话题。有无数人敬佩他，也有无数人痛恨他，但是没有人能够成为他。如果说海瑞是大明的一把利剑的话，那么第一个被这把利剑刺穿的就是万历的祖父，也就是那个控制欲与自尊心都极强的老道长嘉靖皇帝。1587年11月13日，也就是万历15年临近尾声的时候，海瑞与世长辞了。官员们弹冠相庆，百姓们含泪送别。海瑞一生的行事准则可以这样概括：他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刚正不阿，同时他也重视伦理道德。对于法律涵盖不到的地方，他希望能以道德进行填补。所以我们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海瑞义正言辞地说，依照大明律怎么样。海瑞是举人出身，他一开始被委任为福建一个县里的儒学教授。1558年，海瑞成为浙江淳安知县的时候，已经45岁了。这里提一句，一般不是翰林出身的人能做到知县已经是天花板了，但这里只是海瑞的起点，靠的全是个人能力。唯一的缺憾就是他开始当官的时候年龄太大了。相传总督胡宗宪的儿子有一次途经淳安县，这个胡宗宪我们下一章会提到，他是抗倭名将戚继光的上司。如果戚继光是一把名刀的话，他就是直刀人，也是一个狠人。胡宗宪的儿子途经淳安县作威作福，很可惜他这次遇到硬茬子了。海瑞直接把他拘捕送到了总督衙门。后来海瑞呈报给总督的公文中写道，说这个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因为总督大人高风亮节，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不孝子孙呢？真是给老胡一整一个不吱声。还有一次1560年，燕茂卿要来淳安县这边了。燕茂卿这个人，看过大明王朝1566的朋友都知道，严嵩的人，管巡盐的。古代朝廷会通过卖盐来增加政府收入，南北各省的食盐都归他节制。其他地方的人都对这个钦差非常巴结。燕茂卿的人呢，也假惺惺地放出话去，说自己爱好简朴，不喜欢逢迎，各地方招待自己都不许奢靡浪费。其他官员都表示明白，说咱就吃点家常便饭，带点土特产，懂的都懂。但是海瑞那可不惯着他，在他还没到淳安县的时候，海瑞就给他送过去一个帖子，说你奉命南下，喊着口号要简朴，但是我听说你每到一个地方就大摆宴席，而且在酒席上还一直有人给你送值钱的东西，我劝你还是别这样，否则皇帝交给你的任务还怎么公事公办。据说燕茂卿看到这个帖子，直接就没敢去淳安县，直接绕道就走了。老爷也不争气，嗨，你说这老爷愣是怕了他，连淳安县都没敢去，你说气人不气人？也不是怕他，跟他干有什么劲呢？那时候海瑞已经声名在外，最恨他的其实是他的上司，对吧？你清高，你硬气，你把大领导都给他得罪光了。但是海瑞本人又清廉正直，没啥把柄，上司也没办法把他怎么样。据说后来他们想到一个好办法，就是主动帮他买官，把瘟神送走。1565年，海瑞升任户部主事，也就是已经成为京官了。海瑞一没有钱，二不会封承上级，他的官职升得飞快，原因就在于他的能力非常强。那一封使得海瑞千古留名的奏书，就是在他担任户部主事期间写成的。当时嘉靖皇帝已经登基40年了，他一心炼丹修道，爱慕虚荣，不顾百姓死活。但是嘉靖帝也非常阴刻小气，没有人敢批评他。经过慎重考虑，1565年11月，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了那本著名的奏书。他指出，当今皇帝是个虚荣、自私、多疑、愚蠢的君王，百姓水深火热，家境，家家干净。最刺激性的是奏书的最后一句：“盖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意思就是天下人瞧不上你已经很久了。一生好强的嘉靖帝读完之后简直愤怒到了极点，他大喊着：“抓住这个人，不要让他跑了！”旁边的太监说：“陛下，海瑞他跑不了，他在上奏之前就买好了棺材，遣散了仆人，他这是在死谏啊！”嘉靖听完后长叹一声，拿着那本奏书读了又读。一般大臣劝谏只是针对一件事儿来批判，但是海瑞这篇尖辣的奏书却直接否定了嘉靖这个人。虽然言辞激烈，但海瑞表示，只要陛下幡然悔悟，依然可以成为一代明君。
其实嘉靖对海瑞的情绪是矛盾的，他一方面意识到海瑞说的没错，自己之前一直活在假象里，另一方面他又痛恨海瑞是个咒骂自己的畜生，他不敢直接杀了海瑞，那样就坐实了自己是一个无道昏君。但是气愤难平，他最终还是让锦衣卫把海瑞抓了起来。海瑞在狱中住了10个月，当嘉靖驾崩的消息传到狱中的时候，海瑞嚎啕大哭，骂嘉靖昏庸，他是真心的；把嘉靖当君父爱戴，他也是真心的。嘉靖死后，隆庆登基，海瑞出狱了。这时候怎么安排海瑞成了难题。一方面人们知道他清正廉洁，另一方面大家也知道他不好驾驭。最后他们想了个办法，让他升官，但是又不负实际权责。所以接下来一段时间，海瑞经历了好几个品阶不低的闲职，这让海瑞不满。1569年他上奏说，陛下赦免了我的罪过，还破格提拔我，按理说我应该尽职尽责报答陛下的恩典，但是如今给我的职务却是没有什么意义，倒不如把我辞退了。海瑞虽然刚直，但并不是不懂技巧。这篇奏书表面上是在求罢免，实际上是在威胁人事部门，因为没有人敢罢免海瑞。最后吏部屈服了，海瑞被任命为南直隶巡抚，驻扎苏州。那个地方一方面非常富庶，另一方面是出了名的难治理。消息传出后，南直隶的很多官员主动离职或者调岗了，有些大户人家把大门由红色改成了黑色，轿夫由8个减到了4个，大家都赶紧低调起来，生怕被他盯上。海瑞一上任就发布了36条条约规定，非常严格。从后话来看，海瑞在这里8个月后就垮台了，原因就在于他想要对抗土地兼并问题，这个非常危险，因为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土地问题。大明开国初期，太祖朱元璋打击豪绅，土地问题是比较缓和的，农民们都有地。但是如今过去那么多年，已经大不相同了。在这个过程中，富户们放高利贷给农民们，利率极高，被迫借款的人无力偿还以后，他们抵押的土地就被大地主收走了。虽然有规定限制高利贷，但是实际执行起来不是那么回事。长期下来后，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海瑞要干什么呢？他支持农民们要求大地主退田，把土地退给人家。南直隶境内最大的地主是谁呢？是徐阶一家。对，就是严嵩倒台后的继任首辅张居正的老师徐阶。据说他们一家就有几10万亩地。按理说徐阶是海瑞的恩人，当时他被抓到狱中的时候，徐阶暗中保了他。但是咱们的海瑞公私分明，他强硬地要求徐家退田退一半，还抓了徐阶的弟弟。最终徐阶被迫接受了退田的要求。其他百姓一看，我的妈，还真能退呀！一时之间退田的案子蜂拥而来。据说他每天能收到3、4千个帖子，一发不可收拾。但是海瑞却一直是孤军奋战，他不是依靠一个机构来处理，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海瑞大量处理田产纠纷，这无疑触碰了很多人的核心利益，他很快便遭到了弹劾。以戴凤祥为代表的官员们以各种角度攻击他，要求罢免海瑞。原本是正直忠勇化身的海瑞，一时之间成了众矢之的。1570年，海瑞被迫辞职回乡。在提出辞职的奏书中，他气愤地骂：“举曹之人皆妇人也”，使得文官集团对他最后的好感也没有了。其实张居正和海瑞是同时期的人，张居正也想从土地问题下手。如果说张居正的手段是改革变法的话，那么海瑞的出发点就是要恢复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制度。当时洪武皇帝创建大明朝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制度，主打一个风气简朴、法治严格。听听这2个词儿是不是和海瑞特别合？所以他一直致力于恢复洪武祖制。在这个制度下，农村以乡村为单位，制定乡约，然后有什么事儿找类似于老村长的人来协调。但是处理依据一般是根据善恶道德来评判，而不是法律。洪武皇帝还大力打击官僚乡绅，把土地分给农民。当时统计上来，有7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一共只有14000多户。洪武皇帝让这些人承担了繁重的役，就是出人出钱给国家干活，来限制这些地主扩张。官员的差旅费甚至一些军饷都是让大户供给，然后对土地收的赋税都是按照面积来收的，不论地区不论贫富，几乎都是一样的税率。这些政策的弊端，一个是只适应当时的场景，而不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进；另一个弊端就是整个帝国的文官集团只能一刀切的指挥，执行起来比较死板。总结起来就是不依靠技术和经济手段来调控，而是整体依赖政治压力和道德绑架来管理社会。时间一长就要出问题了。海瑞的时代距离洪武皇帝朱元璋那时候已经过去200年了，当时统计上来的那14000多户富户早就被新的富户们替代了。
洪武皇帝的方法已经限制不住他们了。然后官员数量也由当年的8000涨到了2万，贪腐严重，人人都搞灰色收入。总结来讲，就是限制高利贷没限制住，限制不住高利贷就会导致土地兼并，老百姓有时候难免要借点钱，到时候还不起就把你土地给吞并了，导致大地主越来越多，平民百姓越过越差。其实高利贷限制不住跟古代帝国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有关，封建王朝政府一般也无法有力的统筹货币的流通。然后顺便说一句，土地兼并是每个封建王朝的宿命，就像衰老是人的宿命一样。若是遇到能臣进行成功的改革，就像人遇到了救命的医生，还能精神抖擞多活几年。咱们说回海瑞，他想凭借一己之力恢复洪武祖制，他想对抗地主们的土地所有权。首先他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其次病入膏肓的大明也已经经不起那样的医治了，所以海瑞很快就被打倒了。除了田产纠纷以外，在当时其他人权产权问题也都不可能完全做到公正的处理，审判者会带着很多主观的判断，在很多场景下大家会用道德来代替法律，因为这样可以使得那些儒家出身的官员们思想保持一致。即便是海瑞也不例外。书中有一个案件例子，说是有一对夫妻有一天招待朋友，这时候妻子的哥哥来要债，但是由于一言不合打起来了，大舅哥把妻子的丈夫推到水塘淹死了，其实是误杀。他们很害怕，妻子和招待的这个朋友不敢声张，大舅哥把尸体给处理了。但是后来事情败露了，县官按照情理推断，断定是因为妻子和招待的那位朋友有奸情，然后大舅哥来就是和他们一起密谋杀害丈夫的。这样一推断显得很合理，女人被判了凌迟处死。这案子下一步发到杭州府复审，杭州府认为没有奸情，然后案子又送到北京督察院和大理寺复核，北京发现一个问题，又发回县里会审。等案子拿到海瑞这里的时候，已经是第6次讯问了。他最后一通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并非谋杀，整个过程呢差点草菅人命。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官员们审案子的时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经常会依靠自己道德伦理方面的推断来下结论。这是因为无论再复杂的案子，判决必须明确，你不能说哎呀这里有一点那里有一点怎么样，因为那样就会被认为无能，就会影响官员的考核。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总结来讲呢，就是法治不够，道德来凑。讲了这么一大通大明的社会现状，咱们接着说回海瑞。他被迫退休后回到了原籍，他的故乡在很偏远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海南。在那天涯海角之地，他并不能像其他文人一样寄情山水，另一方面他的家庭也不幸福。他一共结过3次婚，前2个夫人都因为和婆婆不和被休了，第3位夫人去世了，他的3个儿子也都夭折了。海瑞的母亲是个非常强势的人，海瑞的3任妻子或走或死都和他有关系。历史学家认为，海瑞的刚直里面就有他母亲的影子。海瑞退休后，在贫瘠的乡村里过得空虚而寂寞，他依然把忠孝2个字当成自己的信条，他自己安贫乐道，同时还不忘周济其他人。他把儒家的精神散播到了国家的南海尽头。1585年，海瑞竟然再次被朝廷启用，那一年他已经72岁了。从后话来看，他人生中最后这一段为官的经历是非常不如意的。72岁的海瑞锐气不减当年，但是他已经不像以前那么乐观了。当年他给嘉靖皇帝上那一封震惊天下的治安书的时候，他坚信只要陛下一振作，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经历了那么多之后，此时的海瑞已经失去了对大明的信心。他给万历皇帝提建议说，应该恢复洪武皇帝时期的严刑峻法，对于贪污腐败的人就应该施加剥皮填草的极刑。南京有个官员家里请了戏班来演出，海瑞说按照洪武祖制他应该被杖责。官员们发现他越来越极端了，于是弹劾海瑞的奏书如雪花般飞来。万历皇帝表示，海瑞的言论虽然迂腐偏执，但毕竟是老同志了，节操还是好的，不要革他的职，给他做点虚职，当个道德模范就好了。一个堂堂的言官被皇帝当成花瓶，当成被照顾的对象，这对于海瑞来说无疑是莫大的侮辱。他由失望变成了绝望，于是他提出了7次辞呈，但每次都不被批准。直到万历15年岁末，海瑞死去，负责人事的官员才松了一口气，他们终于不用夹在中间为难了。回顾海瑞的一生，你会发现
他既没有站队严嵩等大势力，也没有站队朝廷清流，他无党无派，孑然一身。他不贪恋权势，更不爱好钱财，他看不惯皇帝，也看不惯其他官员，他似乎对一切都看不惯，他怼天怼地怼一切。你可能会疑惑，他到底要干什么？他到底在代表谁？现在我来回答你，他之所以那么奇奇怪怪，是因为他代表的是广大贫苦的老百姓。王侯将相们在指点江山，达官显贵们在争权夺势，而只有他在与泥泞中的底层人民感同身受。当被问到为什么有志于做官时，他的回答是因为恻隐和义愤。恻隐的是百姓们如此饥寒交迫，义愤的是小人物们处处被欺压。官员们痛恨他，因为他吹毛求疵的严格让别人无地自容；百姓们爱戴他，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让人依赖。我明白，即便是我再读10000次，我也成为不了他，但是至少我会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个真实的人曾经那样孤独地勇敢过。万历15年之后，若地下九泉有知，他一定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洪武皇帝了吧？这一生的委屈，请与他说。云护牙签满，星寒宝剑横。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是戚继光的一首诗，大意是：虽然一时安稳，但是从来不敢忘记虎狼在侧。我看兵书一直看到满天星辰，杀敌的宝剑就横放在我的身边。待见封侯并非我的最终志向啊，但愿早日除掉贼寇，使我大明的海岸风平浪静。这是戚继光壮年时的英雄情怀，他的一生也是如此践行的。陛下，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请陛下三思。这是晚年廷臣对戚继光的恭解。戚继光的一生既有纵横疆场的气势磅礴，也有直抒胸臆的妙笔生花。当然，英雄暮年，他是孤独和遗憾的。欢迎视频读者们坚持读到了万历15年第6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我们这一章分成2个视频来讲，这一期主要讲明朝当时重文轻武的现状，以及帝国当时落后的军事制度。下一期就聚焦于讲戚继光的一生，当然只是限于讲万历15年这本书写到的内容。如果大家比较喜欢，点赞比较多的话，我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戚继光传奇的故事。一穷二白的戚家军打得装备精良的倭寇闻风丧胆，非常热血。万历15年的阴历12月12日，大明帝国著名的将领戚继光去世了。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里，一直非常悲凉。不仅仅是戚继光，大明的其他将领结局也大多不幸。比如和他一同抗倭的另外一位名将于大球，也是屡屡被弹劾。其他将领有的被拘禁，有的被革职，总之下场大多不太美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和文官集团有关。大明的文官和武将地位不同，文官集团把自己当成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认为天下需要靠老祖宗的道德经典来治理，这个治理的过程就是靠他们的政治来维系平衡的。如果平衡被打破，而不得不动用武力来处理问题的话，那已经是帝国的失败了。我的理解是，一方面文官集团根本瞧不起这群舞刀弄枪的武将，另一方面文官集团也害怕这群武将，因为历史上的兵变数不胜数。同时呢，文官和武将受到的教育以及立场原本就不同。武将们讲求什么呢？兵不厌诈，兵者诡道也。也就是说，为了取胜，军人们有时候难免要走极端，或者是孤注一掷。但是这和文官们仁义礼智信那一套就不太合。文官们认为，他们即使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也只能算是暂时的成功，因为力量不能成为最终的权威，道德仁义才是长久之计。其实从大明朝建立以来，就一直有重文轻武的倾向，武将们一直要受到文官们的监督与钳制。如果有将领杀伐果断，手段强硬，文官们会弹劾说他贪功冒进，好勇嗜杀。如果有将领比较小心谨慎，按兵不动的话，他们又会上本说畏惧不前，养寇自重。然后军事上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武将们还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所以说大明的将领们也挺难的。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大明的军事制度，概括来讲就是效率低下，问题很大。
我们从征兵制度、补给制度与军官制度3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征兵制度，也就是兵源。大明的常备军人来源于200万军户，比如你是农户，你就是种地的；你是商户，你就经商；你是军户的话，你们家就要专门出男人当兵。一开始很多民户被定义成军户，就是被强迫的，所以后来有很多士兵逃亡的案例，还有换籍的，也就是人家不愿意当军户了。所以过了100多年以后，到了戚继光这个时代，兵源急剧退化。退化最严重的军区里，实际兵源只有规定编制的2%或者3%，这是征兵制度的现状。然后是补给制度，按理说应该是国家的财政中枢户部来统筹全局，但是实际执行起来慢慢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直接就近补给军事单位，国家的户部只是大概监督一下。举个例子，就好比说咱们的济南军区，它是靠附近几个地方淄博、潍坊、青岛等好几个地区来直接承担补给，只是举例子哈。然后有些地方偶尔有财政不足或者是天灾人祸的事情无法全额补给，就好比潍坊今年有雪灾，给的补给少了，军区就问青岛能不能多给点，把潍坊的那一块补上。青岛说我可没那义务。史书上记载了全国的补给中央会统筹，但是这只是理论上，实际执行起来还是看地方上下级机构自己协调。所以结论就是军区的供应总是不足。最后是军官制度，一开始高级军官全是靠子孙继承，明朝中期开始推行武士，也就是任何有志向的普通人都可以来考试。但是这样问题还有2个，一个是虽然通过考试可以成为军官，但是考上来的军官成为高级将领的例子一个都没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考上来的军官一般只注重武力，而很少能够兼备谋略。也就是总结来说，明朝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非常有问题，而组织上的低能必然导致装备上的落后。那个时候大明军队的战斗力和民兵差不多。1449年的土木堡之战不就印证了这一点吗？连皇帝都给人家俘虏了。所以面对倭寇的入侵，在戚继光下场之前，大明的军队非常惨。当时有这么个例子，就是有一股几十个人的倭寇登陆了咱们中原大地，到处杀人越货，经过杭州进入安徽，然后到南京，再到宜兴，也就是在咱们江浙沪一带横行霸道，如入无人之境。虽然最后被歼灭了，但是据说我方死伤大约4000余人。当时的明军就差劲到这种程度。所以在武将地位低下，在文官们各种限制之下，大明军事落后，官兵不堪一击这样的种种环境背景下，戚继光临危受命，最后组建起来一支铁一样的军队，把倭寇彻底驱逐出去，简直是如此的难能可贵。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这是壮年时的戚继光，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老师，戚家军势不可挡，咱们退回到岛上去吧。这是倭寇最后的慌乱。戚继光抗我有功，今由东南调任辽北，为我大明抵御北方之患。这是朝廷的无上信任。辽北练兵很苦，烈日与风沙粗糙了他的脸庞，但是好在恩相时时挂念，唯有空庭一片月，漫移花影护征袍。这是戚继光与内阁首辅张居正之间的将相情谊。陛下，戚继光是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他只听从张居正的操纵，别人无法节制，请陛下三思。这是张居正病逝之后廷臣对戚继光的恭解。可怜英雄晚年落寞，但是正如阳明先生所说，此心光明。戚继光的一生心怀山河，鞠躬尽瘁。上一期视频我们讲了大明帝国当时武将的艰难处境与落后的军事制度。在讲戚继光之前，我们先讲一下大明东南倭寇问题的来源。这还要从大明朝的政策制度说起。本朝是禁止海运通商的，但是由于有利可图，东南沿海走私贸易一直非常频繁，每天有大概1000多艘船在中国海岸活动。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海盗的江湖。这些海盗和当地的乡绅富商勾结，甚至结为姻亲，巩固了势力。海盗的猖獗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用兵。但是这一用兵不当紧，明朝军事上的落后全都暴露出来了，一打一个不吱声，经常出现一人失利万人奔逃的局面。当时大明的政治与军事已经薄弱到了这种程度。对于日本的海寇，他们其实一开始是抱有梁山宋江那种思想的，他们是想打开大明政府的大门，逼大明对外贸易，然后自己的将领被招安，混个官职当当。但是这一幻想被抗倭总督胡宗宪打破了。胡宗宪以招安为诱饵，把一批倭寇头目给砍了，送到北京邀功去了。
这一行为打破了倭寇的幻想，也激怒了他们，于是引来了大规模的入侵，并且他们不会再有别的想法，就是烧杀抢掠。这些日本海寇虽然缺乏统一的领导，但是他们下面的机构纪律非常严明，面对大明军队经常以少胜多。在入侵的初期，他们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战术上的优势和武器上的精良，他们使用双刀，并且协同作战，互相呼应。令我们感到比较独特的是，他们的军事指挥用的竟然是一把折扇，不同的折扇动作代表不同的指令。倭寇小部队进村庄用的指挥信号是海螺声，他们擅长分层次展开兵力，还擅长用一些神神鬼鬼的东西制造恐怖氛围，用于扰乱大明军队。所以用书中的原话来讲，抗倭初期那就是中国的外行军队在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面对如此惨淡的开局，戚继光调任浙江后，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新军。我们上一期讲了大明依靠军户来征兵的弊端，所以戚继光他不用官方的这种兵员，他自己招募志愿军。按理说让他自己招募志愿军这事儿还挺敏感的，但是那个时候已经火烧眉毛了，大明政府不得不批准了他的计划，并且给他提供招募和训练的费用。所以戚继光经常会教导他的士兵们说，一定要感激国家，感激百姓，是他们抠出自家的口粮在养活我们。如果我们不能英勇杀敌，如何对得起他们？戚继光募兵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只招农民，不收城市居民。他认为城市居民养尊处优惯了，可能会过于精明，容易临阵脱逃。他觉得青年农民比较淳朴，要好训练一些。当然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片面性。除了招募新军，改良武器外，戚继光要做的还有3件事，那就是严明军法，严明军法，还是严明军法。他在军队中实行连坐法，一队的官兵为一个集体，整个集体要勇往直前，退却者斩首。1562年有一次战役，他命令部队夺取一座石桥，第一队人全部阵亡，第二队人顶上去后又损失了一半，剩下的人就有点想后退。在现场督战的戚继光果断地手刃了那个队长，才使得官兵们的攻势继续维持下去，最终击破敌军，获得了胜利。这种铁的纪律自然是军队需要的，但也确实残酷。戚继光的2儿子由于违反军法被他处死了。戚继光在操练士兵方面也很有心得，除了基本的战术动作之外，他特别注重小部队的协同配合。他发明的闻名天下的鸳鸯阵就是基于这种理念合成的。鸳鸯阵的配置如下：队长1名，伙夫1名，战士10名。4名长枪战士是攻击的主力，左前方2人手持圆形藤牌，右前方2人手持大的五角藤牌，中间2人手持狼筅。狼筅是戚继光自己发明的武器，专门用来对付日本军刀的。最后面2个人携带火器。这个配置总结来说呢，就是肉盾在前，长枪战士居中，火器射手在后。这12个人是一个集体，要密切配合，荣辱与共。除了这些，戚继光在战前还特别周密细致，细致到什么程度呢？他要用精确的数字来给武器、战场、人员、时间等做规划，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他都会反复的斟酌。同时，他还设置重赏来鼓励士兵。这一切的成果就是，从1559年开始，这支戚家军就从来没有被倭寇击溃过。这一切一方面依赖于他们平时严格的训练，另一方面归功于戚继光卓越的指挥才能。1563年，戚继光被任命为福建总兵，这是武将中最高的职衔了。戚家军威名远播，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也使得大明的军队斗志昂扬。1564年的仙游之战就是一次决定性的战役，戚继光肃清了倭寇的根据地，使得东南沿海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扫灭残余贼寇与汉奸只是时间问题了，大明的抗倭事业终于大功告成。戚继光的卓越成绩不仅来自于他的军事才能，其实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水平。我们上一期讲到了大明武将要被文官集团压制，戚继光能够在那样的环境下成为特殊的存在，是得益于他高超的政治适应能力的。我讲通俗一点，就是他混官场能力也是一流，其次才是军事水平。戚继光在东南抗倭的成功离不开一个人的支持，那就是谭纶。谭纶虽然是个文官，但他也非常擅长用兵。戚继光当时的募兵计划以及他所需要的军事装备，都是谭纶在背后支持。后来戚继光升任福建总兵，也是由于谭纶的推荐。1567年，谭纶升任蓟辽总督，负责防御京畿。第2年，戚继光也被调到了冀州，大概就是北京东北这一带。
戚继光之后在冀州任职长达15年，开启了他的后半生。如果说戚继光前半生的关键词是抗倭的话，那么他后半生的关键词就是冀州练兵。戚继光刚调过去的时候，谭纶打算给他总理冀州军务的权利，但是大明的武将向来是要受文官指挥的，一个武将总揽军需大权，这很难实现。北方的边镇和东南沿海又不一样，北方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游牧民族，也就是蒙古骑兵，这边的兵力比较复杂，然后又临近京畿，如果有大将军手握兵权的话，是有能力改朝换代的，所以文官们对这事儿非常敏感。但是戚继光他们想要整顿武备的话，又必须得有一定的职权才能放开手脚去干，这就有了一定的阻碍与矛盾。这个时候，谭纶和戚继光的想法得到了一个大佬的支持，那就是张居正。因为巧了，张居正也有整顿军备的雄心，所以后来张居正和戚继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戚继光在冀州任职之后，他发现自己只要专心搞军备就行了，政治上的事情张居正都帮他安排妥当了。若有什么事情连张居正都搞不定的话，那也不用再想了。由于不好明面上让戚继光总理冀州军务，张居正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冀州的其他高级将领给调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和戚继光为难的一些文官也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迁调走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北方练兵很苦，但是张先生很甜。有了大佬的支持，冀州的练兵很顺利，他们待遇丰厚，各种武器战车想买啥买啥。但是这也引起了其他军镇的不满，所以张居正经常在信件里嘱咐他们说，要谦虚退让，不要居功自傲。1577年谭纶病死之后，张居正和戚继光的关系更加密切了。张居正有一段时间回江陵葬父，他害怕戚继光感到不安，还专门私下里跟他说，接任蓟辽总督的是他的学生梁梦龙，说你不要担心。戚继光也很懂得感恩，他派了一整个连的鸟松手作为护卫去护送张居正。其实细心的读者这里可以隐隐发现，两人的关系太密切了，一个权倾天下，一个手握重兵，这也为日后文官们攻击他们埋下了伏笔。之前的鸳鸯阵是戚继光发明出来对付倭寇的，为了防御蒙古的骑兵，戚继光在鸳鸯阵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改进升级，主要包括战车和重炮的使用。可惜的是，这一成果从来没有机会与蒙古军队实战检验过成效，算是军事上的一个遗憾吧。戚继光出任冀州总兵不到3年，蒙古部落就和大明和解了，约定不再进犯。这时候朝廷里有人仍然主张进攻，来一举歼灭蒙古军队，但是张居正拒绝了，倒不是因为他没有雄心壮志，而是因为他知道大明自家的军队也有问题，内部之间南兵与北兵之间不太和睦。战争平息之后，戚继光主要做的工作就是修筑长城。张居正去世之后，人亡政息，只有那修筑的长城城墙永久地留了下来。戚继光在冀州待了15年，他这个人特别勤奋，在繁忙的军务之外，他还写了一些军事著作和诗文。戚继光的《绩效新书》和《练兵实记》都是军事史上非常重要的书籍。值得一提的是，戚继光虽然是个武将，但他的文学造诣很高，文官们对他也都是刮目相看。张居正死了以后，算是靠山倒了。戚继光先是被调到了广东，后来清算张居正的运动越来越激烈，戚继光不得不请辞退休了。戚继光的晚年过得非常悲凉，甚至一贫如洗，连医药的钱都拿不出，英雄末路令人叹息。其实戚继光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他一生做出的军事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人将戚继光看成一个难得的完人，但是也有人指出说他曾经重金购买过美女送给张居正。这事儿的真假不好说，但是他给张居正送过重礼，这个确实是有的。明史中把他和同时期的名将于大球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人。怎么说呢？戚继光所在的环境本来就是复杂的，他精通政治间的奥妙，他明白在那个环境下，如果想要成为一名卓越的将领，有所成绩的话，首先就要学会和那些政治人物融为一体，这种妥协是他不可避免的。就好比杨子荣卧底于座山雕一众人之间，他必须先有土匪气，才有可能赢得自己的位置。毕竟瑕不掩瑜，戚继光当然算是大明的民族英雄。万历15年岁末，一代名将戚继光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了，将星陨落。当时的人们不会知道，就在那同一时期，西班牙的舰队已经开始出征英国，世界上的霸主们开始行动了。读到本章末尾，历史的苍凉与真实在我脑海中激荡起8个大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大明的子民啊，他们哪里会知道，30年后他们的军队将与努尔哈赤第一次交锋，在那个时候再也没有一个像戚继光一样的英雄将领能够挽回大明的败局。非但慷慨献良谋，义气坚将生命酬。向风稳静送公子，妻死老翁何所求？
这两句诗出自王维的《沂门歌》，也是76岁的李治生前最后的表达。李治简直不像是大明朝这种封建时代的人，他思想的超前常常令同时代的人大为震惊。在人们将孔孟尊为圣人的环境下，他勇敢地指出孔子也有虚伪的一面。比如书中记载，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樊迟问孔子种庄稼的事情，孔子不耐烦地说不知道，你去问老农吧。樊迟走后，孔子 diss 他说，这个樊迟不去研究从政治理国家之道，反而去研究种地的事情，真是胸无大志。古人基本也都认同孔子的观点，但是李治却表示孔子真是个假清高的圣贤，真虚伪啊，看不起底层劳动，难道你自己不吃饭吗？这一言论非常大胆，都惊动了乡里。再比如在那个男女不平等的时代里，李治毫不避讳地招收女学生，同等教学，因此被一些小人恶毒的诽谤说他淫秽，李治也不在乎。李治最终因为思想异端被捕入狱，狱卒为他剃头的时候，李治夺过剃刀自刎。狱卒心疼地问他说，和尚疼不疼？李治已然不能说话，他站着写道，不疼。狱卒又问说，和尚为啥自刎？李治写道，70老翁何所求？是啊，76岁的老头子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在那个腐朽阴森的时代，没有人有资格审判那个自由不羁的灵魂。本章节是《万历15年》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也是全书最难读的一章，因为这一章的主角是个明代的哲学家，哲学家的世界总是五彩斑斓又难以理解的。前面一个视频我讲解了说明理学与心学的科普，看完上一个视频会对本章节的理解有一定帮助。咱们本章节分成2个视频，本节视频我们主要讲李治的传奇人生，我会把时间线给您梳理清楚。李治在1527年出生于福建泉州，他的祖上是巨商，与印度人有过混血，但是到了李治这一代已经家道中落。1552年26岁的李治得中举人，由此可见李治其实是个大学霸，范进50多岁中举都能疯掉，李治26岁中举感觉轻轻松松。对了，考考你，你知道神童张居正是在多少岁中举的吗？李治进入仕途后，一开始担任的都是低级别的文官，俸禄低微，十分贫苦，甚至有一次7天都没有吃上正经饭。但是1563年，李治的祖父去世了，按照习俗，上司和朋友给了他一大笔钱。有没有小伙伴知道这是什么习俗？怎么这么好？这笔钱他一半留给了妻女，让他们留在河南，自己带走一半回老家安葬祖父。同时他的曾祖父的灵柩已经存放了50年了，也要一起安葬。因为古人安葬先人一定要找风水宝地，否则没有找到的话，宁愿放着不安葬。值得一提的是，李治的妻子也想跟他一起回泉州老家，但是由于一些原因被李治拒绝了。一别3年后，妻子告诉李治，有2个女儿在这期间饿死了。那一晚，李治与妻子苦楚之心难以言表。其实讲到这里，我很想提一下李治的妻子。虽然书中没有过多描写，但是我觉得她一定是个可怜的女人。我们在看到主角李治那真实狂放、思想自由的一面的同时，又怎能忽略了他背后那个苦苦支撑的女人呢？就好像我们永远无法做到既真诚又显得真诚一样，或许我们也无法做到既独立自由又面面照顾到家人的感受。李治一生洒脱，但他妻子做出的牺牲，我们也该看到。1577年，李治任云南姚安县知府，差不多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一把手。终于当上大官了，李治终于也有了灰色收入。他毫不避讳自己的功利心。古代的文人虽然大多私底下捞钱，但是表面上还是需要满口仁义苍生的。但是李治不一样，他直接承认自己做官就是为了名利。令人意想不到的是，3年后就在李治官运最亨通的时候，他突然决定要退休了。这一决定最对不起的其实还是他的妻子，因为家庭刚刚好起来，这一下子又要跟着他寄人篱下了。退休后，李治和他家人去了湖广黄安，寄居在了耿氏兄弟家里。李治之所以这样一意孤行，实际上和他的宗族有关，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人飞黄腾达以后，就要肩负起照顾家乡宗族的责任。在李治当年还是个低级文官的时候，他就曾经不得不在特殊时期为一部分亲族解决吃饭问题。其中原因我们之前视频有提到过，一个家族中某一个人考取了功名，往往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而是整个家族共同付出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所以当一个人身居高位之后，就要肩负起照顾宗族的责任，这也算是道德的一方面吧。而李治当上大官之后，他就很害怕家乡人找他办事儿，一般会找他办什么事情呢？无非是买地、建宗祠或者干预诉讼。
总结来说就是你得给我们撑腰圈钱。李治就很烦这些，这与他追求的自由完全相悖，所以后来他都不敢回泉州老家。这下好了，退休了，寄居在耿家了，没能力了，清闲了。但是没过多久又有新问题了，咋回事呢？李治跟耿家兄弟吵起来了。李治那是啥人啊？不可能因为我住在你家吵架我就让着你。当然咱们都是文化人，咱们说的吵架不是泼妇骂街那种，而是思想理论不合产生的辩论，和理学心学就有关了。下期视频我们聚焦于李治的哲学思想，会详细讲讲他们怎么辩论的。反正最后就是和耿家翻脸了，翻脸了就不能再在人家家里住了。1584年，李治搬到了麻城知佛院居住，家人送回了泉州。李治在知佛院算是个讲师加高级合伙人，寺院里的大部分经费来自李治的募捐。啥意思？就是李治的朋友和粉丝自愿给他打钱赞助。可以看出李治魅力还是挺大的，有的人甚至愿意拿出一半的工资赞助他。是因为那时候李治已经有了思想家的声望，有很多人崇拜他。在知佛院那段时期呢，李治过得很逍遥，他经常出去参加讲座和 party， 也不用他掏钱，然后就是在寺院里写书，写的书思想都很异端，叫焚书和藏书，都是当时国家的禁书，后来都被烧了，烧了害写，写了害烧。他写的东西啊，不仅抨击他的金主，还抨击他自己，说自己欺世盗名。讨厌他的人发现想骂他的话他自己都骂过了，于是打算来个狠的，攻击说他淫邪。这个帽子对一个读书人来说确实挺恶毒的。咋回事呢？李治在麻城有一家支持者姓梅，梅家的女儿梅淡然拜李治为师，李治毫不避讳和这个女弟子的来往。他们一起在山东谈论佛法，还经常写诗，这些被攻击者认为伤风败俗，说他反正不太正当。1601年，知佛院被人为纵火烧得四大皆空了，原因就是他们看不惯李治，但又拿他没办法，所以雇了流氓烧了寺庙。知佛院被烧了之后，通州的马经纶把李治接到了北方，并且接济了其他僧众。第二年，礼部的张问达上奏弹劾李治，说他邪说惑众，罪大恶极，说光天化日他和妓女一起沐浴，还勾引良家妇女一起在屋里讲法，反正说的头头是道的。皇帝听了后觉得实在影响恶劣，只是锦衣卫立即捉拿，并且把他的著作销毁。李治入狱后就发生了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夺了剃刀自刎。其实李治的案子并没有重判，只是打算把他遣返原籍。但是李治厌倦了，70多岁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李治的一生其实是充满了矛盾与自我冲突的。他一方面批判儒家思想的虚伪禁锢，一方面自己又无法完全跳出儒家的伦理道德。他一方面抨击官场的腐败，一方面又与那些官员交往密切，甚至接受他们的资助。他一方面追求自由与独立，另一方面又对世俗的评价有所期待。总而言之，李治既是洒脱自由的，又是痛苦矛盾的。李治的悲观和拧巴不仅属于他个人，其实更属于那个时代。咱们下一节将从思想层面来观察李治和大明后期那个社会。我们可以看到李治和耿家兄弟从一开始的朋友，到后面的激烈辩论，再到最后的互喷互骂，也是非常有趣。1587年，万历15年，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但是这个庞大的帝国实际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本书的主人公们，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张居正，还是温和谦逊的申时行，无论是明月高悬的海瑞，还是战无不胜的戚继光，亦或是呐喊彷徨的李治，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苦苦挽留江河日下的大明。那是他们的时代，也是他们的故乡。但是，或许有人点燃了自己，照耀了那个时代，却没有人能够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在那个苦闷的背景下，全书无一人功德圆满。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武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唐寅的这几句诗用来形容李治也是非常恰当，因为李治在同时代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就是离经叛道。书简阅中国中对李治的评价是：晚明诞生了李治，却不配拥有李治。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史书上那轻描淡写的一笔，便是一个人滚烫、勇敢而悲凉的一生啊！本视频是我陪大家读《万历15年》这本书的最后一个视频。最后这个章节讲明朝特立独行的思想家李治，由于涉及到哲学探讨，加上缺乏故事性，
所以这一章相对来说是比较难读，也比较枯燥。读者朋友们请再坚持一下，咱们要有始有终。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看本节视频前先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是对理学与心学的科普，看完那个会对理解本章节有很大的帮助。咱们要从理智的思想主张讲起，接下来这一段呢有点像讲课，大家忍一下，很快的。概括来讲的话，理智的思想主张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第一条，追求个性自由与解放，反对盲目遵从儒家的孔孟思想，鼓励人们打破封建礼教枷锁。从第一条我们就可以看出理智对封建主流思想的反叛精神，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它的矛盾性，就是理智虽然批判传统儒家思想，但是他自己仍然是没有跳出儒家的框架的。第二条，倡导同心说。什么是同心说呢？就是强调人要保持真诚的同心，即最初的本心，反对虚伪的假大空。第三条，肯定人的私欲。这里肯定人的私欲不是鼓励人发扬私欲，而是说人有一定的私欲很正常，不应该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那样。第四条，反对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歧视与压抑，肯定女性的智慧和才能，认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并不亚于男性。这一条思想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是很有进步性的。从这些主张中来看，理智的思想是很超越时代的，也是很接地气的。他自己一句话概括自己的理论，就是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当时儒家主流的程朱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说万物有理，说理是宇宙中的普遍法则，天理超越一切，这是理学大宗师们的口号。但是理智就说别整那些花里胡哨的了，老百姓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说别的都是扯淡，难怪主流思想将它视为异端。然后咱们就讲到理智与耿家兄弟的辩论了，因为耿定向就是传统儒家的代表之一，理智与耿定向的矛盾就是他与传统儒家开战的经典案例。咱们上期视频梳理了理智的时间线，那个时候讲到了1580年，理智自己决定不当官了，去湖广黄安寄居在了耿家。耿家有2兄弟，哥哥耿定向，弟弟耿定礼。最终理智和耿定向闹得公开互骂，怎么回事呢？两人理念不合，耿定向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表面上会宣扬一些仁义道德，但在行动中可能又无法做到一些实际的东西。同时他自己也提出伦理道德的理有别于物理的理，政治方针和哲学思想也会有所不同。理智就说你这不就是虚伪吗？表面上仁义道德，实际上追名逐利，这不就是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吗？还美其名曰啥啥啥和啥啥啥有所区别，别扯了。所以说理智批判耿定向是伪君子，耿定向则批判理智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耿定向就想了，大家不都这样吗？就你清高，你清高，那官老爷们给你钱你不也拿着？理智这个人本来就好强喜辩，所以俩人一直不太对付。理智与耿家弟弟耿定礼就主张一致吗？其实也不一致，但是耿定礼这个人比较柔和，他能够调和理智和他哥哥之间的矛盾。但可惜的是1584年耿定礼去世了，于是理智与耿定向的矛盾压不住了，最终决裂，理智搬到麻城去了。决裂以后，理智公开了他与耿定向的信件，说他虚伪。耿定向也以牙还牙，说理智曾经嫖娼，还去寡妇卧室里化缘，说他放浪。耿定向还用了个典故，当年严三农在地上打滚，视为自己的良知天性。他说理智的行为和严三农打滚一样可笑，一样丢人现眼。理智怎么反驳呢？他毫不遮掩地承认自己确实曾经出入花街柳市。至于严三农打滚嘛，他说严三农若真能参悟了打滚的乐趣，这说明人家已经到了你理解不了的境界。这里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理智的同心说。然后理智还表示，再者说了，这世间之人谁不在日夜打滚？这世间之人谁不在日夜打滚？我们整天在工作群里唯唯诺诺的回复好的好的，收到收到，难道不是在打滚吗？总结来讲，理智的思想主张就是要求像耿定向这样的官僚们要务实，不要光整天高谈阔论，满嘴仁义。所以他说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耿定向他们表示你行你上啊，理智表示我上不了，但我就是要逼逼，就是要批判你们。我们说明朝儒家分为理学与心学，理智是心学派的，耿定向攻击理智的问题有点像理学派，但他其实也是心学门人。说到底，理智与耿定向的辩论其实是理智激进反叛的思想与儒家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回顾儒家的发展，孔子提出了儒家的核心思想仁，仁德的仁。孔子认为人的本性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到了孟子，他就推崇性善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到了宋朝的朱熹，发展出理学，为儒家注入了新活力。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格物致知。
万历15年本书中认为，朱熹的天理学说也是容易驳斥的。朱熹只高度概括了天理，并没有真正切实际的去追求真理。我个人认为，程朱理学的价值在于它给出了一套可行的理论与规范，去引导士子们学习，寻求修身治国之道。虽然在思想上对人们也有一定的禁锢。而心学呢，本书认为宇宙与外物都折射到内心上，虽然也无法推进科学，但是境界高的人却可以摆脱生活忧虑，达到心灵的超然澄澈，是有一定作用的。理学派反对心学派的点在哪里呢？你说心外无物，那世界失去了客观性，你和佛家道家还有什么区别？顿悟之后超然只在你一身，对社会没有肩负起责任来呀。要知道，儒学是入世哲学，要为天下人谋太平的。我们都知道，心学是被王阳明推到巅峰的。阳明先生的思想概括来说就是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但是后期心学泛滥，危险之处就在于鼓励人们用自己的良知指导行动。有些人把自己什么心思都当成良知了，不顾道德标准，容易我行我素。李治属于心学的泰州学派分支，经常读阳明先生和他弟子的书，他一半唯物一半唯心，既参研心学，也重视物质与功利。他认为公众道德不同于私德，在一个人为天下为公众谋福利的时候，不应该爱惜羽毛瞻前顾后，即便是用些不纯的手段也是可以理解的，不应该顾及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所以李治特别崇拜张居正，因为张居正不就是他说的那个为天下谋福利的英雄吗？他称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张居正死后被清算，李治十分愤愤不平。他也尊重海瑞，说他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不可以任栋梁。就是他个人品质很好，但也只在个人层面，无法像张居正一样成为天下的栋梁。李治是在思想上批判传统顽固的封建礼教，而张居正是在制度与规则上对抗传统的弊病。他们是如此相似，张居正是政治家，李治是哲学家，他们同样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创造，又同样被时代遏制。在沉闷的大明后期，张居正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恰恰类似于李治在哲学上找不到出路。1602年，李治在狱中用剃刀自刎身亡。这个思想深邃、既自由又矛盾的76岁老人离去了。他的一生为我们展现了大明后期思想界的苦闷，也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说到这里，这本书就要结束了。1587年，万历15年，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但是这个庞大的帝国实际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本书的主人公们，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张居正，还是温和谦逊的申世行，无论是明月高悬的海瑞，还是战无不胜的戚继光，亦或是呐喊彷徨的李治，他们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苦苦挽留江河日下的大明。那是他们的时代，也是他们的故乡。但是，或许有人点燃了自己，照耀了那个时代，却没有人能够阻挡历史的滚滚车轮。在那个苦闷的背景下，全书无一人功德圆满。再见了万历皇帝，再见了首辅张居正，再见了大学士申世行，再见了韩青天，再见了戚将军，再见了不乖的老头，再见了